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哎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，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阳间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娘进来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拿。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了太多气。行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杀人啦！杀人啦！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？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总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平时你们船上点香吗？点香啊，点香可以驱蚊呢。但是这奇了怪了，自从他们上了那条船以后，这个香炉就不见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伤口，也是唯一致命的伤口。那这是凶器。这的确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还有这边，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衫。
因为沾染了血迹，所以作为证物收存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，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学士与季学士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学士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，其一，根据于三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，听到喊叫声，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这也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，她和我姨母同时被迷昏了。你说的不过都是猜测，并无实证啊。民女有证据，还请孟县令过目。这里面是我在于三儿的船上发现的香灰，我已找了医师验看，里面有曼陀罗等令人昏睡的药材。县令若是不信，也可以另外再找医师验看。你说是从船上发现的，就是从船上发现的吗？诸葛先生，等一下。孟县令，杨督察身体不便，着在下与牵牛卫协助杨三少夫人查案。在下亲眼所见，这香灰的确是从于三船上发现的。此事无关紧要，就不劳杨督察费心了吧？孟县令此言差矣啊！这暗中的苦楚可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怎么就事不关己业了？不过杨督察相信您一定能够查清楚真相，所以无意插手此事。只是凶手公然杀人，胆大包天，想来这背后必定是有人。杨督察派在下前来，只是想告诉督察夫人，您的背后也有人，不必怕他。就算是在船上发现的又如何？你如何证明这就是那船夫当日所点？你阿娘又是闻着这迷香昏迷的。确实如此啊，何以为证？无法证明。你没法证明，拿出来说什么呀？但是民女有第3个疑点，望县令容禀。我不容你禀，有不禀了？这3件外衫是案发当日我阿娘、姨母还有李峰身上的外衫，孟县令看看上面的血有何区别？血液不同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本官不看。好，那就请诸位看看，这衣服上的血有何不同？
那件的颜色啷个不一样呢？这味道也不相同啊。继续式的衣服上的血腥味明显更淡一点啊。因为它有的是血，有的只是染料。我阿娘身上这件，大部分都是染料。你们家可是染户，你娘衣服上有染料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我姨母并非染户，为何她的衣衫上也是染料？李峰的衣服上为什么只有血迹，没有染料？季莺莺，你说这3个疑点，就算是真的，可与本案的真相毫无关联了。自然有关。这3个疑点串联起来，就说明我阿娘不是凶手，而真正的凶手是他，李峰。满口胡言！欠条。从一开始，李峰就设好了这个局。那天在船舱里吵架的，并不是我阿娘和姨母，而是李峰故意滋事，让船夫听到声音。同时，他在船舱角落点了一支迷香，并借故离开。李峰离开不久，我阿娘和姨母就都昏过去了。船舱外的李峰故意拉着于三说话，坏了，你怎么不在告诉他刚刚船舱里是我阿娘和姨母在吵架，制造我阿娘的杀人动机。是的，回去。等到船快靠岸的时候，他便假惺惺的去船舱内喊人，这时才是他施展障眼法的时候。匆忙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大叫一声，把于三引来。杀人了！等到于三来到船舱内，便下意识地认为我姨母已经死了，而凶手就是拿着簪子的我阿娘。等终于有人可以为他作证的时候，他再痛下杀手，将罪名下祸于我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荒谬至极！蒙大人，他在血口喷人！杨三少夫人，你的推断确实很有趣，可惜呀，除了死者的血衣之外，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是李峰杀人，而你娘杀人的证据确凿。本官依然要判季徐氏。孟县令，请慢。李峰，你猜我为何如此笃定你就是凶手？我还有一个人证，他亲眼看见李峰杀人。人证？草民于三愿意作证。大人，小民有罪，小民不应该知情不报。当时在船上，李峰让小民报案，小民本想速速划船，但又怕将来此事牵扯自己，就想进去跟李峰说说。谁知我这刚一进去，就看见他用簪子杀死了自己的夫人。你胡说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于三，当时你为什么不说？你知道作伪证同样有罪。大人，小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而且此事牵扯到什么，您是知道的，小民哪敢说呀？怎么可能？若是没人看到，我又怎么会想到去看衣服上的血迹？我又怎么会推断的如此毫无差错？不可能！我动手的时候明明回头看过，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孟县令，他招了。季莹莹，你诓我！比起你栽赃陷害，人面兽心差远了。季莹莹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勾结证人，公堂作伪，你该当何罪？什么呀？要罚也应该先罚凶手。李峰杀害发妻，栽赃陷害，罪大恶极。难道孟县令要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难道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孟大人，孟县令，小人无奈，小人也是被人所迫呀。被何人所迫？可在堂上？他穿了一身黑衣服，我没看到真容。就是他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他就要杀了我。让他俩晦气，但这天也手劲好了，
过来阴死你！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你是李峰？大爷饶命！这钱我一定会还的。人不死债不烂，你杀了我，这钱也还不了啊！我不是来要债的啊，我是来帮你还债的。听我安排，我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倘若不从，以后你不用还债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啊！听话有钱，不听话没命。他已全部招供，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这如何是好？这边是太子，那边是将军，我谁都得罪不起呀。这赵家主都已经走了，您还有什么攀不了的呀？大胆李峰！之前你贼敢做贼，现在你又欺骗本官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孟大人，咱们说好的。住口！孟大人，咱们说好的呀！孟大人。本官宣布，继续是清白，无罪释放。这才对。至于公堂作为之事，季娘子，孟县令秉公办案，是乃百姓之福，我等之幸了。孟县令，孟县令，也是公平。对，孟县令真是明察就好。这一段传出去，真是一段佳话呀！孟县令今天的案子，如果让我阿爷知道了，肯定夸孟县令这案子办得漂亮啊！县令，老爷，您心为重。念季莺莺救母心切，事出有因。至于公堂作为之事嘛，本案就不追究了。本案就此结束，退堂。阿娘，阿娘，莺莺，阿娘，婷儿，阿娘，阿娘，我们回家。咱们回家。莺莺，阿娘不在的这些时日，家里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嫁进了杨家，嫁给了杨三郎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，所以才……不是的，阿娘，是我自己想嫁去的。不会的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阿娘那时还在牢中，若非逼不得已，谁会在那时婚嫁？莺莺，阿娘对不住你，是阿娘拖累了你。阿娘，你别这样说。虽然嫁入杨家事出有因，但女儿早已心悦杨三郎。虽是阴差阳错，但女儿心甘情愿。当真？当真。
之前，我一心只想让你远离风波，而那时杨警官又麻烦缠身，我其实并不愿意将你许配给他。但是想不到，缘分使然，你还是嫁给了他。杨静兰之前便想娶我吗？傻孩子，难道你看不出他的心思吗？他待你不好吗？好，他待我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只是我们向来以盟友相称，不曾表明情意。我原想等他回来后，我便与他问清楚。前几日他千里迢迢，遍体鳞伤，也要赶回来护我，与我成婚。我怎会不明了他的心意？但或许是这场婚事来得太突然，交杂了太多东西，我无法像真正的心腹那样心安理得地去面对他。那些想问的话，想说的心意，反而变得难以启齿。阿娘替你高兴啊！不急，不急啊！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，我相信有些话，即便是不说出来，彼此也能感应到。我与他来日方长。阿娘，喝药了。阿娘，等您身子恢复好以后，我们就离开宜州，去江南生活。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你跟阿兄先去，我安置好这边就过去找你们。你随我们去了江南，那杨静兰怎么办？杨家怎么办？杨家的生意也会拓展到江南，到时候我会打理。杨静兰过了今年也可以调任，她会和我一起去。阴阳，你是不是又在骗我？我知道，你只是想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又自己去冒险。就算我们真的去了江南，你也不会轻易放弃，你还想要再斗出个结果出来。阿娘，我想好了，我不斗了，我只要你们平安。夫人，杨警官来了，说是来拜见岳母。他怎么来了？莹莹，莹莹，矜持。他受伤了，他不能乱动。阿兄先去见见他。你可知茵茵最喜欢吃什么？不知。那茵茵最讨厌吃什么？不知。哎呦，她最喜欢玩什么？心情难过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不知。阿兄，你看看你，才一日不见便想他了。我不是想他，我是担心他身子。那还不是想他了？放心吧，你阿兄他有分寸的。来，坐这儿。茵茵，杨家高门大户，肯定规矩也多。你既然已经嫁人了，小性子就多收敛收敛，别总像在家里一样，整日鸡飞狗跳的。我哪有？
这个你收着。你要是忍不住啊，就多转转念珠，想想娘的嘱咐。要是实在忍不住，也别委屈了自己。好，来，阿娘给你戴上。谢谢阿娘。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，既然我娶了她，就要让她有枝可依，不再独自面对风霜。你与他志趣相投，两心相应。但对于成婚不止如此。对于夫妻而言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对于情谊的损耗，半点不比风霜刀剑的少。而茵茵更是不同寻常的女子，或许更难适应。是啊，但他要栖的是我这块朽木，而不是杨家的那根高枝。待他与杨家吕诺，我们就搬出去。3餐1宿，冬夏春秋，我会陪着他，爱护他，理解他，尊重他。即便她已经嫁给了我，季莺莺都先是季莺莺，再是我杨静兰的妻子。杨静兰，谁让你出来的？哼，这是你把刀架在人脖子上逼他写的。在夫人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不修武德的。来，扶我起来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别动。初次登门，必先拜谢丈母。来，夫人，扶我起来。可是你，求求了。慢点。遵命。锅盔啊，锅盔！你瞧，我终于光明正大的从这正门被人扶起来了。你闭嘴！阿娘，哎，贤婿伤害未好，不必多礼。礼不能废。小婿杨静兰拜见丈母。婚事仓促，未能及时向您禀明，还请丈母见谅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之前我一直担忧英英的安危，险些拆散了你们的缘分。如今你们终成眷属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以后咱们一家人风雨同舟，共同进退。我们家英英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请丈母放心，只要我能陪在英英身边1日，便会护她1日，直到她……哦不，直到我
倾尽死生。太子贺继父欣喜。继夫人，太子殿下贺杨督察与继娘子大喜，特送来贺礼，以庆欣喜。季家满门拜谢太子殿下恩赐。快快请起。这是我师兄帮我准备的礼物，还请丈夫交纳。太子准备的也太多了。这是你夫君借着太子殿下的名义给你补聘你的。我看这回谁还敢说你们名不正言不顺？你虽是我抢来的夫人，但别家夫人有的，我的夫人也要有。该有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一样的补给你。慢点儿，来。都说了慢点了。这是我阿娘和阿兄非要给我带的，都是我日常用的小物件儿，怕我在杨家用不惯。夫人如果还需要什么，就和我说，我去让人给你置办。哦，我不用。可以再慢一些。杨静兰。好好好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看你好看。
杨金兰，你能说点话吗？太安静。好啊，不如你来问问我，我和太子的事儿。好啊。哎，你这又是督察又是太子令的，你是太子的人啊？算是吧。什么叫算是吧？老子的鸡你也敢吃啊？纯汇500两，只收现银。来者是客，别这么小气。你都不好奇我的身份？看你这身打扮，微富极贵，等闲哪回来这种鸟不稀罕的鬼地方？定然是受那老头指使的。你可知，你口中的老头，曾是当朝太子的老师。原先不知，现在知道了。原来被老头祸害的不止我一个。近墨者黑，那太子得歪成什么样啊？谁？老师。老师？老头，你到底收了几个学生啊？老子这辈子就收了你们2个徒弟，尤其是你这小猢狲，已经够我受的了。老子哪还有精力收其他人呢？所以他是太子？小师兄，老头死了，这个仇我不能不报，请太子成全。快起来！我又何尝没想过为老师报仇？他若不是因为我的央求，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。可如今朝中混乱，节度使拥兵自重，这益州又不是我的属地，老师的死，或许就是对我的警告。太子若与我击坏，益州便可永远是天子的益州。你要为我破局？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不仅是太子的从属，还是他的师弟呀。而益州的成败也与长安有关。那就要看我能查到些什么了。你想怎么查？刘瑾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日后行事定会更加小心。不过做过的事，自然会留有痕迹。他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查到了南诏，那他便不敢再轻易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以免露出马脚。制造蜀锦的人是牛瑾，购买蜀锦的是南诏，那么运输蜀锦的会是谁？从益州到南诏，关卡重重，想要不被发现，那只能乔装打扮。你想查番商？聪明。可是这么多番商怎么查呀？我想到一个人。我也想到了一个人。白胜。南诏白王。白王？盛丰泽。盛丰泽。白胜。他们会是同一个人？不无可能啊。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世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须亲自千里迢迢来到益州？他后来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么？不用急，这些事呢，交给我去查，交给我去管。
夫人，可还有更要紧的事情？什么？杨家的妖魔鬼怪可不好对付着呢。夫人，你要小心了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呀，三郎，这是家宴，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这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敬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让他借这个机会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大字堂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来。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是我准许的，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到的。哎，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。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门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你说谁呢？这么说话的，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我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会先烧到谁的身上。没意思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乌烟瘴气，你说什么？杨英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就是他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确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姨回去休息。是。
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队。阿佳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人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佳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，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嗯，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？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莹莹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茵茵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，不为过。茵茵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，不容置疑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娶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茵茵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而在于他们自己。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，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。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，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
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。这面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啊，好酒啊！谢。真香。哼，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嗯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金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
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他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英英，我不会像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，更自由。这千岁，可是那日我不识抬举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印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我还记得你说，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
尽管终未眠。寒露悄悄爬上屋檐，树红编织诺言，温暖着深秋寒夜。写一别几首鸟语心头，风帆寒风笛声悠悠，手里的天边落着。爹，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，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？44，你怎么能在未出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啊，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，再给我笑你这个笑你这样，我意思啊，规矩，入袖未干，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嫁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。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，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？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，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哼，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，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二爷，我这样做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爷爷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呀，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
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，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了啊！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，还得问一下我的2位副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飞花会的成员们，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？同意！怎么来的？同意！整个益州城都清楚，杨家是杨夫人说了算。您在杨家是什么地位，我不清楚。你不要以为提着杨家就能在这儿横冲直撞的。今日我们初次相见，您来飞花会闹事儿，我不打您啊，不打您。再大放厥词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浣花溪旁儿郎们的厉害。三郎媳妇儿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在外面这么欺负你二叔，杨府不会饶了你。会长，我这个新会长行吗？你得相信自己能行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的会长只有陈三郎，没有季莹莹。你我都是飞花会走出去的，你是扛着会旗的，我只是带头打架的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是应该站出来，但我总觉着我与你之间还差了好些步呢。取会旗，去浣花溪举行新会长之礼。要带我去取。走，走吧。走吧，新会长。哎呀，别取笑我了啊！哎，十四，别吃醋了，下次你当。嚯，写什么呢？杨静兰，男，益州人士，少时喜骑马，好舞剑。怎么，在写自己的罪状？他想更深入的了解我，我呢也想告诉他，我们2个现在这算是彼此靠近。你们这都已经成婚了，还想怎么靠近？这成了婚，反而有些话都不好说。不管怎样，祝你们琴瑟和鸣，白首偕老。成婚只是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。怎么，你想悔婚，不想娶她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是我娶了她，我也不能不在乎她的感受。我们2个成亲，
那是感情的开始，不是感情的终点。怎么不喝了？玉掌柜可说了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喝的酒。是啊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酒。但我夫人也说了，她不让我喝。番商这边一直在查，明里暗里需要南诏的番商众多，真正排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。白胜那边也一直派人盯着，但是他府外一直有人护卫，咱们的人不敢靠太近。朱哥，你再派人去到南诏，找高兄帮我取样东西回来。什么东西？接下某人的狼皮，一个让他原形毕露的东西。起来了！哎呀！当初我们聚在一起，是被大染户逼得走投无路，是为了求一条生路。后来我们有了生路，飞花会越做越好，让所有的小染户都有了成功的路子。陈三郎，如今我把飞花会会长一职交给你。我问您，你可曾记得我们当初成立飞花会时的誓言？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。我们携手并进，扬名一州。我做成的事，你也做成了。接下来，你可以立你自己要立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永远为你留有一席之地。既英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我让你立飞花会的规矩，没让你对我讲义气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平儿，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好了，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爱在风中火的剑，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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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那个，哎，这不是白郎君吗？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季娘子。找季娘子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就行。上次未能雪中送炭，今日特意过来致歉。这样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会长，不是前会长，我觉得有问题。
咱们出事的时候他没来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倒要听听白郎君想说什么。说吧，白郎君。哎，若是再来一次的话，白某或许还是会说那样的话。让我为奴？让你为奴？季娘子是不是误会了？白某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。果然，今日白郎君不是来道歉的。那白某呢，只不过是一介商人，这在商言商，白某怎么会跟这么好的生意伙伴撕破脸皮？再说了，在益州的锦业里，白某绕不过季娘子，季娘子也绕不过白某，那你我之间为何不握手言和呢？盛丰泽，白胜，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无可能啊。我同意白郎君的观点，你我同在一城，何必剑拔弩张？但是趁人之危的生意伙伴，我受不起。哎，这季娘子说这番话，有些让白某寒心了。白某只不过是开了一个价钱，季娘子没有同意罢了，何来乘人之危啊？更何况白某对季娘子也有一半真心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今日白郎君来不是为了道歉，是为了表真心啊。好，茵茵在此谢过白郎君这一半真心。若没有其他事情，茵茵先告辞了。季娘子，下雨了，不如白某送你回去啊。这样的小雨也不算什么，多谢白郎君。季娘子既然已经接受了白某的一半真心，那白某为季娘子打把伞挡个雨，应该不足为奇吧？夫人，下雨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夫君来接我回家了，多谢白郎君。多谢白郎君送我夫人一程啊！杨警官腿脚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夜路走多了吧？不然也不会如此严重了。那也奉劝白郎君一句，少走点夜路，免得摔得更惨啊！夫人，回去。白胜很危险，你不该独自来见他，更不该再接近他。我心里有数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
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你还真是什么人的醋都吃哦。但我已经嫁给你了呀。我自是信，但我不信他。我也不信，但我信你呀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冲动行事，不许以身涉险。我呢，就好好做生意，若是能查到线索最好，查不到也不强求，绝对不以身犯险，这样安心了吧？嘿嘿。阿佳叫我过来，可是因为今日我冲撞了二叔公。今天的事我知道了，不算冲撞。二爷有他自己的过错，叫你来，不是因为二爷的事，那是杨家的脸面。宗亲们对今天的事颇有微词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也知道你有才华，但对益州有贡献，可不等于对杨家有贡献。阿佳，英英也想有功于杨家，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今英英已不是飞花会会长了，若是想为杨家尽力，不知还有何途径，还望阿佳指点。三郎名下有几间铺子，因为他常年不在，一直由家族代为照看。你若是有闲暇，不妨接手打理，你可愿意？英英愿意，多谢阿佳。那好，那我就着手安排人交接。茵茵，在杨家做生意，不同外面，不仅要懂生意，还要懂规矩和人情。茵茵明白。好你个姬茵茵，你敢不给我脸面啊？你给我等着！我你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侄子是大唐在册的官员，尔等切不可自误。还是手下不会办事了。唐突了，杨二爷，来，请坐。我认识，你不是那个番商白胜？
你干嘛要绑架我呀？其实，在白某看来，白某倒是觉得杨二爷要比杨老爷更加有才识。只可惜，现如今杨二爷在杨家，不但不能掌事，反而还要听杨石氏这女人的吩咐。现如今又来了一个季莺莺，杨二爷，你在杨家就更没有地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想把杨家家主之位送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家主之位送给我？你少在这胡吹大气了！你以为家主之位是什么？啊，家主之位是你们家后院的那些盆栽盆景一样，你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呀。一场合作罢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不妨听听看。绝不！我杨家事说到底是我们杨家人自己的事情，我绝不与虎谋皮。你就不担心杨家将来姓季吗？看来杨二爷还是很在乎这次机会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不着急，来坐，我们慢慢聊。你公然进入我赵家，是生怕外人不知道你我二人的关系吗？现如今很多人都知道我白某心醉于蜀锦，在这益州城之中，于家、杨家我都已经会过面了，唯独你景王赵家我置之不理，那在外人看来，岂不是会更加生疑呀？说吧，这次找我是为何事啊？既然来找你，自然是有事。杨家在长安的所有商客都在这本册子上。这是从何而来？等你从长安回来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你要让我去长安？去长安拉拢所有的商客，让他们从今往后指定赵家经营，毁了杨家的生意，让杨家乱起来，那季莺莺自然就没有藏身之所了。可杨家经营多年，根深蒂固，岂是说扳倒就能扳倒的？那就要看你赵二郎君的本事了。我要你出钱，购一批当下最时兴的杨家钱，送往长安。说来听听，你要多少啊？至少50匹。好，50匹。赵二郎君可知道这50匹锦它值多少钱呢？应该够白某买一个长史的官职了吧？不过白某很好奇啊，若是我把这笔巨款给了你，你能给我什么回报啊？
搬到杨家，我会借势收购，到时候将整个杨家拱手相让于你，够吗？赵二郎君，这笔账他不是这么算的。我给你季英英，你给我杨家，这是一桩生意，而那50匹锦是另一桩生意。不过好在，你身上确实有我想要的一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赵家花本。花本是锦户立足之本，我将它给予你。我干脆把整个赵家拱手相让给你好了。赵二郎君，你在乎过赵家吗？别说赵家了，整个益州城的景业你都没有在乎过，你唯一在乎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季英英，难道不是吗？飞花会、赵家、杨家、余家，你图的是整个益州锦业啊！你到底是何人？我是知你所求，且能帮你的人。你行吗？夫人，我不行。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鄙人姓孙，是三郎君名下2家店铺的掌柜。三郎君的铺子就在前面，二位随我来。您看，那家和那家那是大郎君名下的2间锦铺啊，后边那是二郎君名下的绣铺和成衣店。哎，后边那是二爷的茶庄，哎呀，绣楼啊，那个是三爷的染料坊，哈哈。哎呀，这条街上杨家的铺子比这牛马多，像这样的街有5、6条。哈哈哈哈。杨家是真富裕啊！哎呀，要不说您嫁了杨家是您的福气呢。哎，是杨家有福气，能娶到我夫人。哦，是，都有福气，都有福气。哦，这就到了，就是这家。头端。孙掌柜，哎，这锦缎为何都摆放在外面？三郎君、三少夫人，是鄙人经营不善，能力有限，这店面积太小，只得在外面铺陈一些，还望二位见谅。夫人请。孙掌柜，哎，麻烦你把账本给我看看。是，您稍等。制工是不错，但就是样式太过时了。夫人是打算在这里大展拳脚呢，还是随我一同回去讨个说法？你看，杨家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却偏偏给我夫人一间这样的破铺子。况且杨夫人早就知道我会随你一同前来，想必他们已经做好了我们会闹的准备。容我再想想。哎呀，刘老婆，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们这锦啊，刘伯，明白。你就看在咱们都为杨家做事的份上，行卖我吧。怎么回事？三郎君，三少夫人啊，这是我府上的职工刘伯，下个月他女儿出嫁，想买块锦做雀扇，但，哎呀，刘伯，不是我刁难你，
这实在是灵外不得呀。我知道，我都跑了1天了，所有的商铺啊都不肯做我这芝麻大的生意，我也想多买，可我买不起呀。哎呀，惭愧啊！至今多年，女儿出嫁，我这个做阿姨的，连一面出尽雀扇我都买不起。去给刘伯挑一块合适的钱。哎，张将军，这个使不得，我哪能要您的东西呢？快去快去！我哪敢收您的钱？我去拿便是。刘伯，杨家庶子不得入井啊！那年我好奇偏要去看，是你把我给藏起来的，你忘了？这本不值一提的事儿，三郎君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刘伯，这是三郎君和少夫人的一片好心，你就收下吧。多谢，使不得。祝郎君和夫人早生贵子，福寿延绵。夫人想什么呢？我刚查了铺子的账，发现一些问题。这铺子的流水少得可怜，库存里的都是一些残破的、不实心的旧景，根本无人问津。哦，原来宝是在想我。想你做什么？你不是好好的？我其实我也没完全好，还望夫人垂怜。夫人，你看我这手啊，到现在还提不了重物呢。啊，夫人，你如此戏耍一个身负重伤之人，不好吧？啊！张嘴。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，再虐我感人了。身上有伤，静下来。魏夫人，请勿见怪。也就是英英吧，愿意信你这鬼话。就你这张嘴，哄骗多少小娘子？阿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你从小看我长到大，我何时哄骗过别家娘子？闭嘴吧你！谁看你从小长到大了？哎，他身子还未痊愈，不能饮酒。哎，没事儿，可以喝一点啊，就喝一点，一点都不行吗？你说呢？不能喝酒啊，莹莹。那日诸葛红来我这儿拿了2坛酒，不是你喝，是送人了，送人了。阿姐，阿姐，你这……杨静兰，我错了。你的伤好没好，可以你说了算，那是你的义举。但你能不能喝酒，得我说了算，这是我的脾气，懂吗？懂。不喝了，不喝了啊，一点都不喝了。这样吧，夫人，咱们聊聊正事吧。你刚刚琢磨了半天这铺子的情况，这是打算接手了？以前我从未正经打理过铺子，要从破铺子开始学也好，锦上添花不如力挽狂澜。夫人这是有什么想法？蜀锦贵如黄金，又从不灵脉，许多像刘伯那样吃了半辈子蜀锦的人，
恐怕连1尺像样的蜀锦都买不起。可是蜀锦对他们而言，甚至蜀地百姓而言，意义都是非比寻常的。咱们铺子里的锦，可能对于豪绅而言不够实心，但它仍然是好锦啊。不如我们将那些卖不出去的碎锦做成一些小玩意儿，譬如首饰的包装、小香囊、团扇之类的。虽说比寻常的荷包贵一些，但是百姓也买得起。既清了旧货赚了钱，又能让寻常百姓同享蜀锦之美，夫人睿智啊！但是光靠我们铺子里的锦还是不行，还需要再多一些款式。无论新旧大小，只要样式好看，价格便宜。夫人这是有主意了。你要的50匹杨家锦，连车带货，在城外20里处。这个玉佩是信物，你拿着，就让它随你一块去长安吧。如此短的时间，就可以调用如此多的金钱，简直富可敌国呀！你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人？赵二郎君为了心中所爱孤注一掷，放手豪赌。其实白某跟你是一样的人，只不过我要的比你更多，所以赌注自然也就更大。赵家的绝密花本一半都在这箱子里了，而另一半等事成之后交付。好啊，那就祝赵二郎君一路顺遂。这长安一事也并非1、2日能成。那这些时日，你打算在益州做什么呀？现如今杨家虽然是杨氏是长氏，但是他也得受制于杨家宗亲啊。这杨静兰拒绝了杨家宗亲的示好，那个季英英呢，又从各家拿了一些旧锦碎锦。他的性格你应该很了解。他绝对不是个无的放矢的人，他定有后手。只要他有一点点动作，杨家宗亲就会用家规来对付他。这些个宗亲啊，利益和喜好很难统一，但是要讨厌起一个人来，还真是统一的很呢。在他们眼里只有一句话：敌人的敌人，他就是朋友。你收买的是杨二爷吧？不愧是赵家主啊，消息真够灵通的。我这个家主向来能力有限，但是我也向丈人讨了个人情，即便他不在益州，也可以在益州护你周全。好啊，那就祝一切顺遂。一切顺遂。告辞了，不送。哎，主任，这赵修元可是怀疑你身份了。他才不在乎我的身份呢，他在乎的就是牵制他的盟友。不管他。对了，你可知道另一半赵家花本在什么地方呀？咱们的人日夜盯着。昨夜赵修元取花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记下了位置。待赵修元去了长安之后，便尽快潜入，将其复制出来。有话就说，恕你无罪。是。主任，您此次出行是为了兴盛咱们南诏的锦业，如今咱们所掌握的工匠还有花本，已经绰绰有余，就一定要拿到杨家的吗？
如今杨静兰已经盯上了咱们，这牛锦也必系锋芒，何不趁早收手，早日返回南诏？属下接允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说的对，现如今我们也已经够了，但是出来之前我说过，我要的是全部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拿到全部。人就是这样，一旦习惯了将就和退缩，他就永远攀登不了顶峰了。是。精致而小巧，好看又好用，不错。茵茵，你一定不是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人，但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做过吗？因为穗锦利益太小，他们瞧不上。不是，是因为观念，就像贩夫走卒也不敢设想自己能拥有蜀锦一样。可是观念本就是从无到有的，只要不违背天理伦常，就有它存在的道理。我们将穗锦做成小物件，既不浪费锦，还能让百姓享得蜀锦之美，何乐而不为？做生意有想法是好事，但任何一条新路都会有争议的，你可要想好了。茵茵想好了，我想试试。拿什么试啊？就靠你店铺里那些陈旧的锦样。两位阿兄已经答应将铺子里滞销的锦缎，还有成衣铺的穗锦低价卖与我了。大郎同意不奇怪，这二郎你是怎么说服的？我说服了二嫂。你是懂得抓关键的。也不披上点就出来。再着凉了。坐。你是真有事儿啊！季老板从不骗人。都当了老板了，这些事儿还自己做？我是想着先自己做一些试试，若是能卖出个名号，我就找刘伯帮忙，然后再给他分红。他是织工，他做这活儿肯定能做得很好。你别看这只是穗锦，如何裁剪能更好的保留纹样，如何不勾丝，如何能粘得更牢固，这都是有学问的。那我来帮你。你会做？拿得起刀剑，这剪刀我还拿不了了。这不是一回事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回事了？好了，你就……郎君夫人，该休息了。我的帮手来了，进来。见过郎君夫人。郎君夫人，天色已晚，早些歇息吧。可是我还有很多没做。杨家规矩，不可无故操劳，要爱惜身体。你还是明儿再做吧。我记得杨家有一条规矩是说，为主分忧，同甘共苦。你忘了？那我帮您做。
好。是。这规矩的人，剪裁一定方正。夫人还真是知人善用啊。好啦，我现在有帮手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不回去。明日你的夫君就要回到锦官府，宿星夜寐也不归宿了。今日就让我留在这里，好好的看看你。我还是帮你吧。嗯，你不是要好好看看我？好，那我就只看你。阿公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正好经过这儿，看着灯亮着，这门也没关，所以这也是杨家新买卖嘛。我这个家主，那不得来看看吗？是，您快请进。看看人家。哦，在贴锦盒啊，这个我擅长啊。来，我来给你们贴一个。哎，有劳阿公。嘿嘿嘿，这个哦，你现在有出息了，这是个好事儿。牛锦那儿不用怕，杨家年年给节度使供奉，牛锦就是再跋扈，他也不会把节度使的摇钱树赶尽杀绝。是，多谢阿公。杨家的这些宗亲呐，不还是那个德行，既好利又好颜面。他们现在啊，是既需要你，又忌惮你。不管你在外边当多大的官儿，只要回到杨家，他们就会用各种伦理纲常、家族法规来整治你。看见这些人我就心烦，所以离他们远远的。不过你们要有什么麻烦，就往我身上推，我好歹还是个家主嘛。好，我们晓得了。家主，哎，贴歪了啊，歪了，哎，没用。我在这儿没用，我有用的地方。你看看这个锦盒，贴歪了，可以把它撕下来重贴。那人要是做错了，就不能给个机会重来一次吗？我这辈子最对不起、最后悔的，就是不知道你阿娘真正需要什么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你就不能给个机会让我了解自己的儿子吗？阿公，您别着急，我们刚回杨家，一切都慢慢来。我能不急吗？这稍微有，这不是有个机会我就颠颠的跑来了。哎，那人家还不领情，我连饭都没吃。等了吧？是呀，
我跟你们煮点馄饨，暖暖身子。他刚才说我们吗？是我们，是我们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。蜀锦荷包，锦荷，大家过来看一看呀，都是蜀锦做的。嘿，大家来看啊，你看这荷包多漂亮！对。白郎君，这些蜀锦荷包多少钱？20文一个。哪个是你绣的？有卖无类，白郎君挑到哪个就是哪个。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应该是金娘子用成衣铺子里面的碎锦制作而成的吧？金娘子做生意还真的是一把好手段。那个荷包绣工不太好，白郎君换一个。不必了，白某倒是听说金娘子绣工一直不是很好。多谢。哎，您好，好精致的锦盒呀，怎么卖呀？30文一个，这么贵？金子做的呀？哎，这可是益州城前任景王杨家锦制成的锦盒，娘子还觉得贵吗？这真是杨家锦，童叟无欺。这杨家什么时候卖这玩意儿了呀？杨夫人体恤益州百姓，皆见蜀锦之美，难得蜀锦之用，所以便做了这些碎锦。虽然价格是贵了些，但大家也买得起，这样也算多多少少都用得上蜀锦了。这杨家是织锦世家，果然宅心仁厚。这个锦盒我要了，以后啊，我也是有蜀锦的人了。就是，哎，这个呀，可是杨家锦做的，是杨家锦做的。对，这是杨家锦做的荷包。是。好，再来，要不要再看看锦盒？这锦盒不卖了。这锦盒30文一个。这锦盒不卖。二叔公想要锦盒，您可以再挑个别的。这个是这位小娘子先看上的。不光这个不够，你们把已经卖出去的给我用双倍价钱都给我赎回来啊！是。二叔公是何意？何意？杨家锦不散卖。我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三侄儿媳妇儿，你会铸成大错。故而，二叔公来亡羊补牢。二老爷，西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收起来。慢着，我做碎锦生意是阿公阿家都同意了的，难道二叔公说话的分量高过家主和长氏吗？诸位，我杨家大嫂操持家务，劳苦功高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我杨家大哥就是被你这个装模作样的鬼样子给欺骗了。我身为杨府宗亲，有监管之权，我断不可能让你这个小小的晚辈丢了我杨家的脸。若是我不肯给呢？收。多谢二叔公照顾我的生意，晨会300文，请付现钱。
给钱！你个气盈盈啊你！我家二叔公家大业大，不会生抢直袭的东西，丢了杨家的脸面。对呀、我说了不给吗？我给。你等着啊，这事没完呢。多谢二叔公。二爷在家向来保护，三少夫人小心呐。我季英英也不是好惹的，今日卖光了，说摊。哎，那得好，走。哎。虽然今日之事不算什么大事，但是只要加以挑拨，它就会成为季英英和杨家宗亲之间矛盾的开始。那这个荷包不在你的谋划之内吧？你我之间是有合作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的，有一些东西它不是你的。